全文已完结。嫣嫣，祝你身体健康。下面正文开始。我一个写男频爽文的作者，居然穿进了这么个憋屈的女频文里，成了那个头顶青青草原的冤种老公。啥？我穿越到女频文里了？还有个女总裁老婆，可这女总裁放着自己女儿不管，天天围着白月光和他儿子转，连家长会都替人家儿子当妈。更离谱的是，我一个海城首富之子，居然甘心窝在女总裁柳如烟身后当主妇，被她当众侮辱都不敢还手，最后还带着女儿灰溜溜跑路。这都什么无敌剧情？刚融合完记忆，手机就震了一下，点开一看，好家伙，女总裁的白月光。顾城又发来挑衅短信，之前他就发过自己被柳如烟招进公司当助理的消息，恨不得昭告天下，他俩关系不一般。还有柳如烟住在他家，照顾他儿子小明的温馨照片，这回又发来一张柳如烟系着围裙，在他家厨房做饭的照片，配文：季敦麻烦你多担待。如烟也是心疼我和小明，我特么直接笑出了声。女总裁想脚踩两条船，还想把我当冤大头，真当我是原主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包子。看我这个男频作者怎么把你这破剧情搅个天翻地覆，让你哭都找不到地方。转身就去了车库，拉开车门，坐上几百万的劳斯莱斯小金人座驾，一脚油门直奔京城电影学院。在校门口等了没10分钟，一个身影晃了过来，大波浪卷发随意披在肩头，一身红色包臀裙勾勒出惹火曲线，踩着10cm 细高跟走路带风，活脱脱一个性感尤物。我降下车窗，冲他吹了声口哨，他闻声转头，漂亮的桃花眼斜斜捏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的轻蔑和不屑，简直写着油腻渣男。离我远点就是他了，这股子又飒又拽的劲儿，绝对是我要找的最佳临时演员。我推开车门下去拦人，开门见山，美女，给你100万，帮我女儿当几天妈。她上下扫了我一眼，红唇微勾，语气带着点嘲讽，100万包几天？老板倒是大方，可惜我没空，您找别人去吧。我知道他误会了，赶紧解释等等。你想差了，我不是要包养你，是我老婆出轨，还死不承认，这会儿正赖在他白月光家照顾别的男人，还给人家儿子当妈呢。我找你就是想让你配合我演几天戏，狠狠打他的脸，让他也尝尝被人堵心的滋味。话音刚落，那雨生眼睛唰的一下亮了，像淬了星光似的亮晶晶的。我看出来了，他体内的八卦之魂，这会指定在熊熊燃烧，快压不住了。果然，下一秒他就拍了下手。行，这戏我陪你演了。我不知道的是，随手拦下的这位可是京圈里赫赫有名的小公主，将来平时只有别人看她脸色的粉，哪轮得到别人指使？今天纯属是八卦心泛滥，外加看我这出戏够刺激，才破例接了这活儿。我俩在车里简单合计了几句，就往家开。路上才知道她叫将来。刚进门，我就把女儿从楼上叫了下来，指着将来说：“可可，这是你干妈。”可可眨巴着大眼睛看看我，又看看将来，乖巧的喊了声干妈好。将来被这声甜糯糯的干妈喊的心都化了，弯腰捏了捏可可的小脸，笑得温柔。可可真乖。一家3口为其乐融融的用完晚餐，我看了眼时间，拿起手机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：“老婆今晚还回来吗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传来柳如烟略显不耐烦的声音：“我今晚不回去了。”跟原剧情分毫不差。我心里冷笑，故意挑明道：“柳如烟，你那白月光顾城都给我发信息了，我可看见了，你这是住在他们家啊？”季伯达，你不要这么小心眼。柳如烟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像是被戳穿了心事，恼羞成怒的辩解：“我跟顾城清清白白，我住这儿只是为了照顾他和儿子小明，他们俩可怜得很哦。”我淡淡的应了一声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：“今天天气不错，我理解正好，咱们家可可也需要人疼她。干妈来了，打算在咱们家住几天，你到时候可别小气巴拉的，对我闹脾气就行。”说完，不等他反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转头冲将来扬了扬下巴：“来配合一下。”将来秒懂抱着可可坐在沙发上，摆出亲昵的姿势。我拿起手机咔嚓拍了几张，挑了张最像全家福的设置，场景柳如烟可见，发了朋友圈配文：“可可有干妈，疼真好。”果不其然，不到半小时，总裁老婆风尘仆仆杀回来了。打开门，柳如烟带着一身寒气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，身后还跟着他的白月光、顾城和那个叫小明的孩子季伯达。可可哪来的干妈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柳如烟踩着10cm的高跟鞋冲进来，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上和可可说笑的将来，那俩人互动自然又亲密，活像一对真正的母女。他顿时觉得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，指着将来冲我尖叫：“好，你个季伯达，我才离开多久，你就把别的女人领回家了？这就是你说的干妈？我看是小三吧？”我慢吞吞抬眼看向他，语气带着点嘲讽：“柳如烟，你说话注意点，她真是可可认的干妈，我们俩跟你们一样清清白白。”后面几个字我故意拖长尾音，气得柳如烟浑身发抖。你柳如烟气得指着我的手都在颤：“季伯达，你给我装什么装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”我嗤笑一声：“我怎么就装了？你住在别的男人家里好几天，我怀疑过你出轨吗？怎么到我这你就一口咬定是出轨？做人可不能这么双标吧？”这话像一记耳光，狠狠扇在柳如烟脸上。她噎了半天，突然想起什么，眼神锐利的扫向我：“等等，你派人跟踪我？”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拿起手机，点开顾城发来的照片，对到他面前：“你自己看，这是你那清清白白的白月光发给我的，人家生怕我不知道你在他家做什么，一天3顿给我报备你的行踪呢。”照片里柳如烟正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，顾城站在旁边，眼神暧昧的看着他，活脱脱一对恩爱夫妻。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皱着眉头转向顾城，眼神里带着质问。顾城眼神闪烁了一下，赶紧找补我。
我是怕季哥误会我和如烟的关系，所以才跟季哥知会一声，免得他多想。顾城，我相信你。柳如烟几乎是立刻就信了，还转头瞪了我一眼，语气强硬。以后你不用跟他报备这些，我和你清清白白，他爱怎么误会就怎么误会，随他去。我看着他这副被爱情冲昏头脑，智商直接清零的样子，都替他发愁。秀这脑子是怎么当上总裁的？怕不是走了后门吧？大概率还是眼里只有白月光，自动把所有不利于他俩的信息都过滤了。行，既然你这么拎不清，那这戏我就陪你好好演下去。行了，我摆摆手继续说，我知道你俩清清白白，我俩也清清白白，我也从未怀疑过你们俩。你们回去吧，别妨碍我们和可可玩。我开始赶他们离开。柳如烟的白月光，顾城拽了拽他衣袖道：如烟，回去吧。季伯达不是那种人，这话听着是为我开脱，实则心里指不定盼着我就是那种人。好，赶紧跟柳如烟把婚离了，让他顺理成章上位。顾城话音刚落，顾等我给将来递眼色，他已经秒入戏，开启了绿茶模式。嫂子，你安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季伯达哥哥和可可。那语气里的暧昧劲儿都快溢出来了。我偷偷冲他比了个赞。柳如烟一听，火气噌的就上来了，血液直冲天灵盖，猛地甩开顾城的胳膊，气冲冲到不行。今晚我不能走，自家地盘都快被人占了，哪还有闲心纠结什么小三小四？顾城见状，悄悄掐了下儿子小明，小明立刻凑上前，拽着柳如烟的手晃得不停。柳妈妈，我最近总做噩梦，你再陪陪我好不好？我女儿可可一听，仰着小脸问我爸爸，她为什么叫我妈妈？柳妈妈，最近总不回家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怎么安抚女儿受伤的小心灵。将来主动抱过可可，柔声说：可可乖，你还有干妈呢，以后干妈陪着你。我在心里叹气，柳如烟这女人简直不配当妈。这时柳如烟见自己的亲女儿被小三抱在怀里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可身下白月光的儿子还在摇着她的手撒娇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先顾哪头。他左看看右看看，可真是个大忙人。最后柳如烟还是俯下身去哄顾城的儿子，他大概是想先把小明哄好，再回头安抚亲女儿可。等他好不容易把小明哄消停了，再一抬眼，客厅里早已空荡荡的没了人影。人呢？可可呢？柳如烟急忙问旁边的佣人。阿姨诺诺道：夫人先生带着小姐，还有那位小姐的干妈上楼休息了。顾城在一旁添油加醋：如烟，可可哪来的干妈？说不定是季哥随便花钱雇来的，故意演戏气你呢。他猜得到挺准，将来确实是我花钱请的，可演戏又怎样？只要可可肯叫将来一声妈，就足够让柳如烟浑身不自在。我就是要给他俩添堵，他们让我过得不自在，我也不让他们好过。顾城是想劝柳如烟跟他回家，可柳如烟哪有这心思？小三都登堂入室了，他哪胆离开？可小明又黏着他不放，最后他咬了咬牙，看向顾城说：这样吧，顾城，今晚你和小明就睡在这，我们家房间多，别说再添2个人，就是再多来几个也住得下。彼时我正抱着可可躺在床上讲故事，将来也在他换了身睡衣，与柳如烟的睡衣同款，坐在可可另一边。我可不会让他睡在我和柳如烟的婚床上，等会儿就让他去客房。他这会儿留在这，目的自然还是为了刺激柳如烟。我笃定柳如烟不会走，但凡有点脾气的女人，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领地被别的女人侵占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他就推门进来了。一看见我们仨挤在一张床上，那画面活像温馨的一家3口，他顿时炸了。季伯达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他凭什么在我们床上还穿我的睡衣？将来立刻摆出被抓包的慌张模样，赶紧从床上下来，怯生生地说：抱歉啊，嫂子，这睡衣是季哥给我的，我们还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呢。怎么我不回来，你就敢睡我的床，穿我的睡衣？柳如烟攥紧了拳头，看那样子恨不得当场动手。将来连忙摆手解释：嫂子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季哥真是清清白白的，你不要诬赖我们，你出去。柳如烟指着门外，气得声音都发颤。将来见任务完成，麻溜的就往外走，临出门前还不忘补一刀，回头冲柳如烟眨眨眼，小声挑衅：嫂子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跟季哥就算睡一张床，也不会整出动静的，你敢？柳如烟都快气疯了，将来则麻溜的跑了。这一晚，柳如烟终究没敢离开，因为她怕，只要她胆踏出这个门，我就随时可能让将来睡回这张床上。中途顾城还来敲过门，跟个烦人的苍蝇似的。如烟，小明又做噩梦了，哭着喊你呢。我见柳如烟起身就要往外走，立刻拿起手机对她说：你去吧，我让可可干妈过来陪她睡。柳如烟的头嗡的一声，像是要炸开，她冲我吼道：让别的女人过来。季伯达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一脸坦然的狡辩：如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去照顾小明就是了，凭什么不许别人来照顾可可？总不能占着位置不干事吧？你这叫既要又要，懂吗？我根本不怕跟他撕破脸，因为他早就没脸可撕了。谁既要又要了？柳如烟冷声质问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不过是照顾一下顾城和他的孩子，他们爷俩多可怜。我的回答简单直接：去吧，去吧。我挥挥手道，我又没拦着你，你去照顾他们。就是可可这边有人替你看着，手里紧紧攥着手机，我心里明镜似的，只要他胆踏出这个房间，我就立马叫隔壁的将来过来。最终柳如烟推开门，跟顾城说了几句，又折了回来，硬是没胆离开。他心里害怕，怕自己这一走被那绿茶占了被窝。第二天，柳如烟开车载着顾城送小明去幼儿园，我也开着车载着将来送可可前往同一所幼儿园。路口红灯亮起，2辆车恰好并排停下。柳如烟扭头望向我们车里，瞥见后座的将来正和可可嬉闹唱歌，脸色顿时又沉了下来，那股不悦几乎要溢出来。
我懒得理会他的情绪，红灯一跳转成绿灯，便一脚油门踩下，车子扬长而去，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。今天是幼儿园开家长会的日子，按照柳如烟的剧情，她要扮演顾城儿子的妈妈，把亲生女儿可可抛在一边。这般操作注定会让可可被其他孩子指指点点，说她没有妈妈。还好我把将来带来了，她年轻漂亮，站在那儿就透着一股精气神。嘿嘿，车上我拉过可可的小手，认真的教她，可可以后不用叫江妈妈，直接叫妈妈就行。可可眨着大眼睛疑惑地问，那我原来的妈妈呢？那是小明的妈妈呀。我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。你没看见今早他送小明上学，根本没管你吗？如果是亲妈妈，怎么可能丢下自己的女儿去疼别人的孩子呢？对不对？迟早要和柳如烟离婚，我必须提前给女儿打预防针，让她看清现实。可可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小脸上渐渐浮起委屈，眼眶一下子红了。原来我不是妈妈的亲女儿。既然柳如烟做事毫无底线，就别怪我用这种方式教孩子。我给将来递了个眼色，他立刻心领神会，一把将可可搂进怀里，柔声哄道：可可不哭，你还有我这个妈妈呢。等家长会结束，我带你去游乐园玩好不好？小孩子最是单纯，谁真心对他好，他就跟谁亲。没过多久，可可就止住了哭声，又和将来玩闹起来。车厢里重新响起笑声。家长会现场，我可可和将来坐在同一桌，这明摆着就是一家三口的架势。而柳如烟、小明和顾城坐在另一桌，俨然也是一家人。瞧瞧柳如烟上赶着给别人的孩子当妈，是真的半点不顾亲女儿的感受啊！我在心里暗叹，幸亏把将来带来了，不然今天这场景不仅会给可可造成心理创伤，连我怕是也要留下阴影。这下好了，柳如烟去给白月光孩子当妈，而我的孩子也有妈妈坐在身边护着，一出一进堪称完美。当然我没注意到隔壁桌的柳如烟，眼神时不时的往我们这边瞟。她答应今天给小明当妈妈，出席家长会。万万没想到我会直接把将来带来给可可当妈妈，这分明是领地被侵犯了。她此刻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这正是我的目的。难过不会凭空消失，只会转移到该承受的人身上。此时的可可正和将来有说有笑，脸上丝毫不见半分委屈。按照这个定律，必然有人正被无尽的难过包裹着。一位老师认出了柳如烟，笑着走上前搭话：柳总，原来小明是您的儿子。柳如烟淡淡应了一声，心里却总觉得不踏实。尤其当他对上可可投来的目光时，那眼神里的平淡与疏离，让他心头猛地一紧，隐隐有种什么重要的东西已经被自己弄丢了的感觉。这位老师和柳如烟寒暄了几句，又转向我：可可爸爸，您来了。接着他的目光落在将来身上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艳。原来可可妈妈这么年轻，还这么漂亮，就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。可可立刻挺起小胸脯，骄傲地说：那是当然，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妈妈。嘿嘿，闺女的小嘴跟抹了蜜似的。听到妈妈两个字，柳如烟下意识以为可可说的是自己，心头刚泛起一丝暖意。可当她看见可可望向将来时，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，瞬间就破了防。可可可可，她猛地叫出可可的名字，几乎要脱口而出：我才是你妈妈。眼看柳如烟快要绷不住，顾城连忙拉了拉她的衣袖，小声安抚如烟：他们是在演戏，故意刺激你呢，你可别再上当。可可始终是你的女儿，谁也抢不走的。柳如烟愣了愣，觉得顾城的话有几分道理，便硬生生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我们这边压根没理会柳如烟的动静，和老师客套了几句后，老师便回到讲台，开始主持家长会。按照流程，每个家庭还要出一个节目。轮到柳如烟那组时，她起身轻轻顺了顺裙摆，随即和顾城一同牵住小明的手。这一家三口看似温馨的走到前面，回首间，柳如烟下意识望向女儿可可所在的方向。我看得分明，可可表面上虽显平淡，小手却紧紧攥着我和将来的手掌，指节都微微泛白。我心里清楚，可可对柳如烟那点最后的执念，正在这一刻悄然瓦解。柳如烟倒没多想，收回视线后，在音乐声中与顾城、小明一同跳起了儿童舞蹈。动作虽不算娴熟，却能看出是特意排练过的。三人配合着完成了这段表演。舞蹈结束，台下的家长和老师们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小明更是仰着小脸，大声喊道：我爱我的妈妈和爸爸。这一声喊让家长和老师们的掌声愈发响亮。与此同时，我感觉到可可攥紧的小手慢慢松动了。我知道她已经彻底明白，台上那个被称作妈妈的女人，正如我所说的那样，并非真正属于她的妈妈。此时对一个孩子而言，才是这真真正正的残酷。好在我接连不断给她打预防针，让她提前认为那本就不是自己的妈妈，加上大漂亮将来陪伴，我相信可可绝对能撑过来。接下来轮到我们三个登台，当将来站上舞台时，台下的家长们顿时眼前一亮，不少人露出了惊艳的神色。一首小美满献给大家，我们仨共同演唱了这首歌，由女儿可可领唱。可可声音稚嫩，却咬字极为清晰，我的唱功平平，但将来的歌声清亮动听，宛如专业歌手。她往台上一站，就像聚光灯下的大明星，让我们这一组成了这次家长会演出中最亮眼的存在。风头毫无悬念地盖过了柳如烟。那组歌曲结束，可可学着刚才小明的样子，对着台下大声说：我也爱我的爸爸和妈妈。说罢，她带着灿烂的笑意，左右看了看我和将来。自走上前台开讲那一刻，眼风丝毫没分给柳如烟一分一毫。这一刻，柳如烟受不住了，猛地站了起来，语气带着火气，厉声训斥道：可可，她不是你妈妈，我才是你的妈妈。家长们纷纷露出疑惑的表情，老师们也愣住了。小明妈妈，您在说什么？一位老师从侧面站起身，脸上满是不解。
眼睁睁看着女儿用充满爱意的眼神望向将来。柳如烟再也按捺不住，当众指着台上的将来，厉声戳穿：她不是可可的妈妈，我才是可可的亲妈。顾城不是没想过拉住她，奈何他此刻情绪激动，根本拉不住。柳如烟已经顾不上那么多，提高音量解释：我说他们是假的，我才是可可的亲妈。闻言，家长和老师们都愣住了，满脸迷茫。这时，可可紧紧攥着我和将来的手，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为自己作答：你不是我妈妈，你是小明的妈妈。很好，我在心中为女儿点赞。谁伤害我们，我们必须还回去。老师也跟着点头。对啊，刘总，您不是小明的妈妈吗？怎么又成了可可的妈妈？难不成有人似乎猜到了什么？小声分析到可可和小明都是他的孩子。这话一出，柳如烟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一半是羞的，更多的是因可可不认他而涌起的愤怒。季伯达，你和可可跟我来。他想拽着我和女儿离开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话。我却纹丝不动，只是淡淡一笑，摊手道：小明妈妈有什么事在这说就行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他分明是怕别人知道自己放着亲女儿不管，反倒给白月光的孩子当妈，怕这事传出去丢人。可他越怕我，偏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反正做错事的不是我，他都不顾脸面了，我凭什么还要给他留脸？季伯达，你够了，再胡闹我就跟你离婚。柳如烟这话一出口，四周顿时一片哗然，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和他才是真正的夫妻。他想用离婚威胁我，我的回应却掷地有声：求之不得，谁不离谁就是孙子。我还转头看向顾城，当众打脸：你带着你的白月光，赶紧有多远滚多远，最好永远别再出现在我和可可面前。柳如烟万万没想到我会答应离婚，还说得如此决绝，顿时满脸惊诧，愣在原地。周围的家长们越听越起劲，有人甚至拿出手机开始拍摄。我趁机对着众人说道：各位家长，大家都来评评理，我的妻子也就是这位刘总，放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管，反倒陪着这位先生的孩子来开家长会，你们说说，我要是不给女儿找位妈妈来，我女儿眼睁睁看着亲妈给别人的小孩当妈，心里会有多难受？我言简意赅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大家听完顿时一片哗然，我去亲女儿，不管给别人家孩子开家长会，还是当着亲女儿的面，这也太不顾孩子感受了吧？这位刘总可真行，这事做得够离谱的。周围的评论没有一句是向着柳如烟的。柳如烟的脸再也挂不住了，急得大声嚷嚷：不是那样的，根本不是那样的，那是哪样？我追问他：你倒是说说看我只是觉得顾城生病，他的孩子失去母亲，挺可怜，想帮帮他们。他支支吾吾的辩解。我笑了，想起原著里的剧情反问：据我所知，这位顾先生只是离婚了，他的妻子还好好活着，没去世，你又是以什么身份去帮助他？再者说，天下可怜的孩子多了去，你怎么偏偏就对他的孩子这么上心？还有你为了帮他，连续好几晚彻夜不归，住在他们家。我憋了一晚上，此时战斗力拉满，像窝喷般一个劲输出，且句句属实，手里还有证据，倒要看看他怎么狡辩。什么？他这分明是想脚踩两条船，太恶心了吧！立刻有家长看不下去，当场点评那位先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明知人家有家庭，还让他来给自己儿子当假妈。我看他就是想挤走原配，自己上位。又有家长跟着分析，我在心里冷笑：柳如烟啊，柳如烟，这些家长一眼就能看穿的事，你看不清楚，我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故意享受肩挑两夫的快乐。对于这种女人，我的态度很简单，不能留。哎呀，如烟，我心脏疼，眼看自己成了众矢之的。顾城连忙捂着心口做事，往柳如烟身上倒去。他这病明摆着是装的。此时我有两个选择：一不揭发顾城，让他继续装下去，也好让他博得柳如烟的同情，继而顺理成章跟我离婚，好跟顾城双宿双飞；二当场戳穿他，让柳如烟看清顾城的真面目。我选二，离婚。我大可以起诉，单凭他今天给顾城儿子当妈的这些视频，就足以成为我起诉的理由。况且我可是海城首富之子，家里有几千亿资产，碾死柳如烟跟碾死一只蚂蚁没什么两样。这位顾城先生就别装了。我转头看向柳如烟，淡淡的说：柳如烟，你最好带他去正规医院好好扎扎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心脏病。柳如烟猛地皱起眉，显然是意识到了我这句话的弦外之音。还有，我又补充说道：今晚回家把离婚协议签了，你前面说了要跟我离婚，大家可都听见了，别做缩头乌龟。你要是不签，我就直接起诉。顾城给我发了不少你们在他家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照片，我相信这些足以让法院判我们离婚了。说完，我牵起可可的手，转身就走。等等，我离开学校，我才发现把将来落在了后面。我当即拿出手机，对追上来的将来说：我这就给你转账。他笑了笑，委婉拒绝：算了，不用转了，我不缺那点钱。我眉头一挑，缺不缺是你的事，但说好的事，我不能食言。我坚持给他转了100万。又到戏演完了，你可以回学校了。他却拉起可可的手笑道：我也说好了，要带可可去游乐园，同样不能食言。我和他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我那老婆柳如烟此刻还在追白月光，反而是这位仅认识不到2天的女人在给我们的女儿带来快乐。为了安抚可可，剩下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外面玩。晚上我带可可回到家，身后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女人。柳如烟早已在家，我推门而入时，她正从厨房往外端菜。见我们回来，她立刻挤出笑容：你们回来了，饿了吧？快来一起吃饭。我心里清楚，她这是不想离婚，在刻意讨好赔罪。我俯身指着柳如烟，认真对女儿说：可可记清楚了，那是小明的妈妈。可可很争气，点点头，朝着柳如烟礼貌问好：小明妈妈你好。柳如烟闻言，仿佛万箭穿心，脸上的假笑再也挂不住，
眼眶瞬间红了，他死死盯着我，浑身都在颤抖。季伯达，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我淡淡回应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我说这话没问题吧？柳如烟，你对我和可可造成的伤害，永远弥补不了，离婚吧。说着，我对身后的眼镜女勾了勾手，她立刻走到柳如烟面前。李助理看见眼镜女，柳如烟皱起眉，这是她以前的助理，后来被顾城顶替了位置。她殊不知，这位李助理是我从我妈那里借来的人，自始至终都是我的人。刘总先生委托我全权处理你们的离婚协议。李助理从包里取出离婚协议，放在餐桌上。看到离婚协议，柳如烟连连摇头，不，我不签，我们之间一定还有补救的余地。李助理轻笑，现在签你还能保住公司，等明天之后，你非但1分钱拿不到，照样还是要跟先生离婚。柳如烟拧起眉头看向我，你做不到。他不信我有这个实力，毕竟原主以前什么都藏着掖着，从不显露。李助理帮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吩咐到李助理立刻照做，一边对我欠身示意，一边对柳如烟说，刘总给你介绍一下，先生是海城季家的继承人，你所经营的公司，从第一笔投资到各大合作商，全都来自季家的支持。先生若想搞垮你的公司，只需撤资或者以最大股东的身份提出公司重组，不出1天就能让你分文不剩，甚至背上一身债务。相信我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季家继承人，柳如烟喃喃自语，脸色瞬间惨白。我说我妈原本不同意你进门，给了你考察期，眼看她快要松口了，你却上赶着给别人当妈。我们季家丢不起这个人，可不敢让你这种儿媳妇进门。话虽难听，却句句属实。柳如烟做的这些事上不得台面，我妈白天已经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终止对她的考察，就是不用考察了，他们不同意这门亲事。柳如烟终究还是没签那份离婚协议。第2天我便对她提起离婚诉讼，顺便以最大股东的身份召开了股东大会，提出股份重组。我采纳了李助理的提议，一番操作下来，柳如烟手里的股份直接缩水，成了象征性的1块钱。我还通过法律手段，将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认定为负债，家里的车房全部变卖，抵扣仍未能还清。我清楚柳如烟把不少钱花在了顾城身上，便再一次提起诉讼，要求追回这部分款项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柳如烟和顾城这都成了穷光蛋。即便如此，柳如烟依旧不肯签离婚协议，但我已经起诉了。3个月后，离婚判决下来，我拿到了离婚证，并且获得了可可的抚养权。后来，在一次合作中，我再次偶遇了江兰，这才知道她原来家世显赫，我们俩慢慢走到了一起。至于柳如烟，她后来到了我在海城的家附近找了份工作，总是偷偷窥望着我和可可的生活，而可可自始至终只称呼她小明妈妈，这也成为柳如烟再也不敢直面可可的原因。她就像一把尖刀，每每都往柳如烟心口上捅。还有顾城那家伙，本就没什么真本事，没了柳如烟资助，日子过得十分凄惨。数年后，我得到消息，柳如烟得了癌症，时日不多，说到底她是可可的妈妈。我让可可去看了一眼之后，便再没从别人口中听过这个名字。番外我叫柳如烟，上天报应让我在辜负他们父女后得了癌症死了。但当我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回到了顾城，回来寻求帮助。这晚全文完。